60度的高温末世，我的好闺蜜苏曼妮带着邻居堵死了我家矿泉水厂的大门。周念，高温末世来了，你家那么多水，分点水给大家活命怎么了？她站在人群最前面，声音尖利，眼神挑衅落在我身上。上辈子高温末世，我心软，将厂里库存的瓶装水尽数捐出，善意引来了一大批守护者。苏曼妮暗恋多年的男神顾渊饶也心甘情愿成为我的骑士。苏曼妮将怨气发泄在我身上。你装模作样，就是为了夺得所有人的关注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顾渊饶爱的人只能是我。88刀砍在我身上，我流血过多而死。在苏曼妮得意的目光中，我异常平静地抬手指向身后巨大的仓库，门没锁，水都在里面，各位请便。人群爆发出贪婪的欢呼，争前恐后朝着仓库涌进去。苏曼妮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，我看着她错愕震惊的脸，缓缓勾起嘴角，看来她也重生了。念念，你们家矿泉水厂以前赚了大家那么多钱，现在高温来了，不能没良心吧？你还是赶紧把矿泉水拿出来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我知道你不愿意，可是大家的命也是命啊！熟悉的声音刺进耳朵，我猛地回神，我这是重生了。苏曼妮站在人群最前面，脸上是藏不住的得意，俨然一副领导者姿态。我死死地攥紧了拳头。上辈子高温末世，全球断水，我心软打开厂门，把水分给了这些邻居，他们承诺守护我。苏曼妮的男神顾渊饶甚至向我求婚，心甘情愿成为保护我的骑士，只为了能够多分点矿泉水。苏曼妮从小跟我一块长大，是我最信任的闺蜜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她居然半夜诱骗我到她的房间，捅了我88刀。不管我怎么哀求，她都无动于衷。贱人，你装模作样就是为了夺得所有人的关注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顾渊饶爱的人只能是我，最后我流血而死。我爸妈找他理论，被他推下楼摔死。他踩着我家3条人命，霸占了水厂，活过了高温末世。苏曼妮见我不语，声音拔高，句句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念念，你以前自私就算了，现在人命关天，水都不肯拿出来，你这样太过分了吧？他话音刚落，护在他身边的顾渊饶猛地出手，狠狠把我推倒在地。顾渊饶眼神厌恶。周念，我们愿意来你家拿水，是给你脸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苏曼妮立刻帮腔，语气虚伪又急切。对啊，念念，你看，我们只要你的水，都不要别人的水，我们是把你当成朋友啊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自利了？上辈子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虽然邻居也求到我家厂门口，但是苏曼妮并没有出现。我的目光死死锁住苏曼妮，她眼底那抹嚣张，我突然意识到她也是重生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目光扫过她身后那些汗流浃背、眼神贪婪的邻居，是她自己把这群贪婪的恶狼引来了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60度的高温，外面的人汗如雨下，已经有人出声催促，渴死了，不是答应让我们搬水吗？磨蹭啥呢？有人嗓子都哑了，急得直跺脚，就是快点啊，要出人命了！周围全是催促的声音。苏曼妮往前凑了一步，一脸为我着想的模样。念念，快把水都拿出来吧，大家以后肯定记你的好。我直接嗤笑出声。高温末世，活不活得到明天都两说，我要他们记好有屁用。苏曼妮眼圈立马红了，声音带颤：念念，你怎么能咒大家死呢？她像是下了多大决心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一咬牙。我知道你怕吃亏，这样我写欠条，这里的水都算我的，等以后天气变好了，我砸锅卖铁也还你钱。他抿着嘴，眼神那叫一坚定。旁边的顾渊饶感动坏了。小曼，你太好了，等熬过去，我立刻娶你。听到这话，脸刷的红了，人群中也纷纷出声。看看人家苏曼妮，再看看你，良心被狗吃了，黑心肝的玩意儿，发国难财，你不得好死，下18层地狱吧你！咒骂声冲着我砸过来，我脸上没啥表情，好像骂的不是我。苏曼妮趁机冲我得意的挑了挑眉，我懒得搭理，抽了张白纸拍他面前，行，写吧。苏曼妮脸一僵，什么？我皱起眉头，欠条？你刚刚自己说的，不会想要赖账吧？被这么多人盯着，苏曼妮心里不愿意，也只能硬着头皮，抖着手签了名。我把欠条仔细揣兜里，冲他笑得很甜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矿泉水厂的大门，看到里面后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。苏曼妮第一个扑上来，死死抓住我手腕，指甲掐进肉里。水呢？周念，水去哪儿了？他声音都变调了。矿泉水厂里头稀稀拉拉就堆着不到20桶水，空荡荡的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天这么热，要水的就你们。现在水可是稀缺资源，能有这点就不错了。人群里瞬间炸了，才这点水够谁喝一口啊？完蛋了，真他妈要渴死在这儿了！老天爷啊，开开眼吧！顾渊饶也急了，扭头就冲苏曼妮吼，
你不是拍胸脯保证水够吗？现在怎么办？苏曼妮脸刷白，慌了神，她也没想到这出。我这里冷笑一声，抬腿正准备离开，苏曼妮猛地冲出来，死死拽住我胳膊，她扯着嗓子对快疯了的人群喊：大家别慌，听我说，我保证一定让大家都有水喝。我知道什么地方有水喝。她盯着我，眼神像淬了毒的钩子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疯子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？是他，肯定是他把水全部都藏起来了，严刑逼供，他一定会把水拿出来的。苏曼妮死死攥着我的手，眼里的恶意快要溢出来，猝不及防，他猛地揪住我的头发，力道之大，几乎要将头皮撕裂。紧接着，狠狠一脚踹在我小腹上，剧痛瞬间炸开，我眼前发黑，强撑着咬住舌尖，才让自己没晕过去。其他的人呼啦一下全部都涌过来，将我围在最中间。苏曼妮蹲下身，带着胜利者的施舍姿态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声音冰冷：念念，机会给过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识抬举，现在把水拿出来。我死死咬住后槽牙，铁锈般的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，没有水了，一瓶水都没有了。他一记用尽全力的耳光狠狠抽在我脸上，耳朵嗡鸣，半边脸颊瞬间麻木，甚至失去了知觉，嘴里腥甜的铁锈味更浓了，嘴角有温热的液体淌下。贱骨头，给脸不要脸！苏曼妮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，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。所有的水都在这儿了，多的一瓶都没有。我蜷缩着身体，强忍住身体的难受。放屁！他抬脚，又是毫不留情的一脚，狠狠踹在我肚子上。苏曼妮狞笑着，还想再踢。顾元饶皱着眉上前一步，挡在他身前。够了，打他有什么用？现在找水要紧。苏曼妮动作一顿，似乎被点醒，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兴奋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他肯定把水藏起来了。苏曼妮冲着我露出得意的目光，我的心骤然落了一拍。眼看着他往储藏室的方向走去，我声音陡然拔高：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不能开门。我挣扎着站起身，想要阻止他。见我这个反应，苏曼妮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，她抓住我的头发，将我狼狈扯向他。怕了，谁肯定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这辈子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的人只能是我。周念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猛然推开我，哈哈大笑，直接朝着储藏室走过去。不，我的阻止声卡在喉咙里。储藏室的大门打开那一刻，惨叫声响破云霄。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苏曼妮倒在地上，双手徒劳地护住头脸。她身上两只狼狗身上带着嗜血的腥臭味，扑在她身上不停地撕咬。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，手忙脚乱地冲上去将狗拉开时，苏曼妮已经瘫在血泊里，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，深可见骨的伤口一直冒血，脸上更是血肉模糊一片。我走过去，拉住两只狼狗，安抚地拍了拍他们的脑袋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让你不要开门。我早预料到一定会有人跑到厂里来抢劫水，早早就将水和爸妈换到其他的地方。这两只狗是我送给来抢劫的人的一份礼物。看苏曼妮的脸色就知道这份礼物送的有多好。两只狗护在我身前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。苏曼妮脸色阴沉到极点，却还是一动不动。我轻笑一声，我早就已经说过了，没有水，所有的水都在这儿。此话一出，人群里再也忍不住了。我们走了这么远，就这么一点水，以后可怎么办？是你打包票说这里一定有水，现在外面65摄氏度高温，根本没办法回去。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见讨不到水，众人对苏曼妮的态度瞬间转变，指着她的鼻子怒骂。苏曼妮咬住后槽牙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她眼眶微微泛红，拉着顾渊饶的衣袖：阿正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一瓶水都没有。顾渊饶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眼里充满嫌弃。他将自己的衣袖扯出来，语气冰冷：是你自己打包票说一定有水，现在大家都在这儿，一瓶水都没有，你应该负责。苏曼妮没想到顾渊饶居然会对他说出这种话来，他咬住红唇，不可置信望着他。我一点也不意外，顾渊饶一直都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上辈子之所以会和我求婚，也是盯上了我家的矿泉水。苏曼妮不知道，就算他不对我动手，顾渊饶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只不过这些话我可不会对他提起一句。苏曼妮被所有人推搡在地上，她不停地求饶，周围的人还是将地上的垃圾通通扔在苏曼妮身上。不到5分钟，苏曼妮浑身上下散发着难言的臭味。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他们正准备对苏曼妮动手。苏曼妮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她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大腿，哭出声来：念念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，你肯定有水对不对？求求你，你拿出来吧。她哭得格外凄惨，我看着她，在顾渊饶准备将她拖出去，突然出声：我知道什么地方有水。苏曼妮眼睛一亮，她拉着我的衣袖：念念，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的，你赶紧带我们一块去吧。她急不可耐，不停地催促我。我挑了挑眉头：你确定吗？苏曼妮不耐烦地皱起眉头：我们都快渴死了，你赶紧带我们去吧。既然这是她自己要求的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我轻笑一声，带着他们走了一段路，脚步停下，我手指着面前的小别墅，里面有很多水，
赶紧去吧。苏曼妮看着面前的小别墅，瞳孔猛地一缩，她声音尖锐：“不行！”我猛地转过头，目光狠狠地定在苏曼妮那张血色浸湿的脸上。为什么不行？苏曼妮的嘴唇哆嗦着，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呵呵声，眼神慌乱的四处飘，却像被掐住了脖子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呵。我鼻腔里溢出一声短促的冷笑，不再看他演戏，手臂一用力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从门口推开。他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狼狈不堪。我看着人群，语气不急不躁：“各位，有件事现在必须说清楚。我亲眼看见这栋小别墅里藏着大量的矿泉水，整箱整箱的。本来嘛，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想动。我们的大善人苏曼妮说的对啊，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善良点，要分享，要顾全大局，对不对啊？苏曼妮。”我惊笑一声，看着面前的苏曼妮，脸色越来越慌张。我看着苏曼妮，微微轻声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周围人听清，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：“你的脸怎么白得像纸？汗都下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害怕？这块地方还是爸妈刚刚发信息给我的，他们之前看到苏曼妮鬼鬼祟祟在这块地方，我也没想到她居然早就开始准备这些事情。”苏曼妮死死咬住下唇，几乎要咬出血来。我不再看她这可怜又可恨的模样，转向一直沉默观察的顾渊饶：“快进去吧，你们肯定不会失望的。”顾渊饶并没有拒绝，现在太阳已经越来越大了，队伍里已经开始有人有脱水反应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。顾渊饶想也没想，抬腿带着身后的大部队准备进小别墅里面去。苏曼妮彻底疯了，尖叫出声，像一头护食的母兽，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张开双臂死死抵住门板。“苏曼妮，你干什么？”立刻有人愤怒地吼了出来。顾渊饶也低声呵斥他：“你挡在面前是想干什么？让开，别挡路！”苏曼妮脸色苍白，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抱着手臂站在一旁，欣赏着他此刻的狼狈。火上浇油的话轻飘飘地砸过去。“苏曼妮，你不会是看上里面的矿泉水物资了，不想让大家进去吧？刚刚在我家里，你那副义正言辞的模样，我还以为你有多么善良，如今看来也就这样吧。”苏曼妮整个人如同被架在火上烤一样。我转过头，目光定在她身上。“苏曼妮，你的善良不会是假的吧？”苏曼妮支支吾吾，脸憋得通红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我嗤笑一声，毫不客气地把她推到一边。顾渊饶带着大家伙走进去，苏曼妮再也抵挡不住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她整个人摔在地上。他愣愣地看着自己辛苦囤积的物资，眼泪从眼眶往下掉。我走过去，蹲在他身旁，看着自己准备这么久的物资，功亏一篑的感觉，怎么样呢？苏曼妮瞳孔猛然放大，她声音慌乱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我双手环胸，声音淡淡的：“你听不懂没关系，但是我估计这个小别墅的主人应该是为自己准备这些物资的吧？若是他知道所有的水都被取走了，该有多绝望啊！若是我没有提前准备，我家的矿泉水也会被搬走。他不是喜欢慷他人之慨吗？那就让他自己体会体会。”不想和苏曼妮多说，我抬腿直接走进了小别墅里。我和苏曼妮从小学到大学形影不离，她家境贫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改嫁，跟着年迈的奶奶艰难度日。我心软，从铅笔橡皮到零花钱，再到后来的生活费，但凡我有，从未吝啬分她一半。我天真的以为这份情谊坚不可摧，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姐妹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她有一天居然会这样对待我。从她狠下心来杀死我，把我爸妈从高楼推下那一刻起，我们的闺蜜情谊就已经在我心里彻底断了。以后我和她只会是仇人。我踏进小别墅，客厅、走廊，甚至楼梯转角都堆满了成箱成的矿泉水，旁边是堆积如山的自热火锅、方便面、压缩饼干、罐头，简直像一个小型末日超市。人群瞬间被点燃了，水，全是水！老天开眼啊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快搬，都搬回去！这么多吃的，我们能活下去了！贪婪的叫喊充斥着整个房间，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只有苏曼妮满脸绝望。我轻笑一声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这就受不了了。他带人闯进我家，殴打我，被逼问我的时候，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，我还印象深刻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混在兴奋的人群中，也积极的帮忙搬运。我家不缺这些，但白捡仇人的东西，看着他心如刀割，这感觉太舒畅了。我状似无意的靠近角落一个不起眼的矮柜，目光快速扫过柜门缝隙，时机到了，我惊慌失措地扑向一旁的顾渊饶，死死抓住他的胳膊，手指冰凉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充满了无助和依赖。那里面有蟑螂，我好害怕啊！我整个人瑟瑟发抖，看着他的眼神仿佛看着救命稻草。顾渊饶英雄主义瞬间被点燃，他立刻挺直脊背，将我护在身后，不要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他大步流星地走向那个矮柜，毫不犹豫地拉开了柜门。就在苏曼妮意识到不对，尖叫着想要冲过来阻止时，哐当一声，一个硬皮本子被顾渊饶开门的动作带了出来，大咧咧地摔在地上，摊开，整个房间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我立刻捂住嘴，
眼睛瞪得溜圆。这是房产证，苏曼妮，快看，这房主名字跟你一模一样，一个字都不差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仿佛在仔细辨认，随即发出一声抽泣声。不对，等等，这身份证号，苏曼妮，这身份证号怎么也是你的？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目光落在苏曼妮身上，我故意拖长了尾音，引得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。苏曼妮，这是你的别墅？苏曼妮几乎是扑过来的，一把抓起地上的房产证，紧紧攥在怀里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她抬起头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带着明显的颤抖。你看错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有钱买这个别墅？只是同名同姓罢了。她的声音充斥着心虚，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，她说出这种话来，压根就没有人会相信她。苏曼妮不停地摇头，你们相信我，这真的不是我的，这只是个巧合，有人想要陷害我，这肯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。我往前踱了一步，声音陡然拔高，眼神充满了嘲讽。原来这别墅是你的啊，那看来囤物资的人也是你，这么多的矿泉水，你刚刚不拿出来，害得大家差点死掉，难怪刚刚你一直在阻止我们进来，这也说得通啊。刚才在我家仓库门口，你可不是这副嘴脸，你口口声声要严刑逼供，指责我自私，轮到你自己头上就变成舍不得了。原来你的善良就是慷他人之慨，肥自己之私啊！这番话如同点燃了炸药桶，这些水居然是他藏起来的，妈的，我们都要渴死了！他居然偷偷藏了这么多水，自私鬼，滚开，让他滚！抢我们的活命水！愤怒的声浪瞬间将苏曼妮淹没，有人粗暴的一把将她用力一推，她尖叫着摔倒在地。人群像开闸的洪水，将整个别墅里所有的物资通通搬走。苏曼妮拉着顾渊饶的裤腿，渊饶，这是我留给我们2个人的物资，你阻止他们啊！顾渊饶，你不是说你爱的人是我吗？这是我们的东西，不能让他们把这些东西给拿走啊！顾渊饶表情犹豫，抿着唇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冷笑一声，大家指望着这些水救命，你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还想把水给抢走吗？一听到会触犯自己的利益，人群转过头，虎视眈眈盯着2人。这水是我要救我全家的命的，谁敢来和我争抢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对，顾渊饶，你别忘记了，我可是你干妈，你想好选择谁了没有？顾渊饶深呼吸一口气，他将苏曼妮的手给推开，这本来就是你答应大家的，做人要言而有信。苏曼妮没想到顾渊饶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，她死死咬住红唇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一直到别墅里只剩下最后一箱水和方便面，苏曼妮终于回过神来了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像一个疯女人一样冲过去。这是我的物资，不准搬，都给我还回来。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是重生回来的我和苏曼妮很清楚，现在地表温度还只有60摄氏度，等明天地表温度就会上升到80摄氏度，人根本没办法在太阳下生活，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了。可是根本没有一个人搭理他，顾渊饶还亲自动手将他抓起来扔在地上，在他冲过来那一刻，狠狠的一巴掌落在他脸上，苏曼妮被打翻在地上，怎么都爬不起来。整个别墅都被搬空了，连一袋饼干都没有给他留下。一群人兴高采烈从别墅里离开，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苏曼妮一把抓住我的脚腕，贱人，是你，都是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我没有任何不忍心，抬腿踩在他手指上，啊！惨叫声很大，苏曼妮松开抓住我的脚腕的手，我蹲下身子，一把掐住他的下巴。难道不是你自己说要善良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从别墅里出来，顾铮凑到我面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深情款款看着我，念念，我发现我爱上你了，你给我一个保护你的机会吧。他就这样含情脉脉盯着我，我甩开他的手，并没有直接离开。可是苏曼不是说你和他才是男女朋友，你都已经跟他求婚了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我看着他的眼神带着迷恋。顾铮赶紧表态，念念，你误会了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是因为他说他能找到物资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和我在一起。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大家贝壳死，只能答应他。我想你肯定会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顾铮拉着我的手，只让我一阵恶心。我不知道他已经得到物资了，为什么还跑来招惹我？想要干什么？不过没关系，正好我也找他还有其他的事情。我小心翼翼看了他一眼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见我态度转变，顾铮眼里充满了自信。念念，你漂亮善良大方，其实我喜欢你好久了，但是我一直都不敢跟你告白。这一次我只想好好保护你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爱你到骨子里。顾铮还真是会演戏啊，若不是我早就知道他的真面目，可能真的会被他给骗了。我将手抽出来，装作害羞的模样，那我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吧，看看你能不能打动我。说完，我转身直接离开，余光落到不远处的窗户，我满意的勾了勾唇。他不是愿意为了顾铮做出一切事情，那我倒是想要看看，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别人告白，他会做出什么事情。我将爸妈安置好，让他们不要出门，我就直接住在厂里。幸好当初厂里建造的地理位置还算不错，虽然不是很凉快，但也并不难熬。顾铮这段日子，顾渊饶这段日子，每天都会跑到我面前来献殷勤，我并没有拒绝他，毕竟要给人一点希望，才能让他真正的失望。顾渊饶正在给我做饭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念念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
咱们的水已经不够了啊！那可怎么办？我皱起眉头，看着他的眼神充满痴迷。顾渊饶叹了一口气，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我记得不远处应该有个小池塘，到时候我去打点水回来，我不会让你受苦的。我感动坏了，拉着他的手，顾渊饶，你对我真好。既然你对我这么好，那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拉着他的手，附在他耳朵上说了一句话。顾渊饶狂热地盯着我，是真的吗？我的脸颊微微泛红，是真的。我爸妈给我存的水还有物资，都在不远处的山洞里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要一直跟你在一起的。顾渊饶眼里满是狂热，听到这话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拉着我的手，念念，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辜负你。等咱们把物资拿回来，我一定跟你一辈子在一起。我点点头，只告诉他今天晚上就要出发。他不知道，那天他和苏曼妮打电话，我早就听到了他的话。他很聪明，没有看到我爸妈，知道我们还有后手。这段日子，他一直在指挥自己的小弟去寻找我爸妈。他和苏曼妮计划着，等找到我爸妈，要让我们付出代价。时间紧迫，我并没有将爸妈安排得太远，只是在周围。我一定不能让他找到爸妈。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给解决了。下午的时候，趁着天气稍微降了一点，我提着一瓶水，还有3袋面包去了苏曼妮的别墅。一看到我，他双眼赤红。你来干什么？想看我死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命大得很。你死了，我都不可能会死。我看着他背后的堆成老鼠山，没忍住干呕出声。原来他靠着这种办法活了下来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我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把手中的食物放在他面前。啧，你好可怜啊。苏曼妮眼神冰冷。听说你和顾渊饶在一起了？我告诉你，他爱的人一直都是我。他冲着我放下狠话。我轻笑一声，他爱的人是你，那这段日子你没喝的没吃的，他怎么没来看看你？苏曼妮冲着我怒吼，你懂什么？他这是在保护我。我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，陷入自己的幻想中也挺好的。苏曼妮质问我在说什么，我并没有说话，直接离开。见他偷偷跟上来，我才放下心。等到晚上，顾渊饶早就来了，他黑眸闪烁着贪婪的亮光。念念，你上午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点点头，当然，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东西，还能有假？我带着顾渊饶去了附近的防空洞，他看到一整个防空洞的水还有食物，眼睛都直了。念念，我实在是太爱你了。念念，我今天就安排人，到时候咱们带上这些物资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要不然咱们带上曼妮吧，虽然她那样对待我，但是她也是我的闺蜜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她一个人吃苦受罪。顾渊饶声音满是不耐烦，一个贱蹄子，带上她干什么？念念，她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，实在是太恶心了，这种人最好赶紧去死。你没有喜欢过他吗？从来没有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念念，顾渊饶含情脉脉望着我，眼里满是柔情。下一秒，刀刺进身体的声音响起，顾渊饶不可置信低下头，就看到插进他胸口的那把匕首。苏曼妮癫狂的声音响起，你说过你最爱的人是我，既然我得不到你，谁也别想得到你。你怎么可以不爱我？你不是说过你最爱的人就是我了吗？你不是说你和他在一起只是演戏？你骗我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他怒吼出声，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，目光越过顾渊饶的肩膀，正好对上苏曼那双充满疯狂与嫉恨的眼睛。顾渊饶还想说话，苏曼妮拿着匕首的手重重一压，顾渊饶闷哼一声，他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倒在地上，整个人倒在血泊中，已经失去了知觉。苏曼妮坐在他身旁，还在痴痴地笑着。你说过你最爱我了，你当然要跟我在一起了。我知道你肯定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想要拿走物资和我在一起。你放心，这既然是你的心愿，我一定会成全你的。你等着我。说完，他抬头死死地盯着我。就在他准备对我动手，远处响起了警笛声。苏曼的脸上血色尽退，他转身想逃，却被我一把抓住手腕。他直接被抓起来了。哪怕现在是高温末世，国家也依旧没有放弃百姓们，一定不会失去秩序。早在第一时间，我就已经报警了。警察这一次来的人并不少，上一次抢劫小别墅的人一个都没有逃脱。我将矿泉水水厂的矿泉水只留下一小点，足够我们一家3口使用，其他的全部都捐给国家。我相信国家一定能带着我们走出这次危机。半个月后，天上下起了小雨，我和爸妈从防空洞出来，冰凉的小雨淋在身上，我没控制住红了眼眶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当天我去看了苏曼，她面色憔悴，整个人仿佛老了10岁一样。一看到我，她整个人仿佛一只野兽。贱人，贱人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害死了渊绕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轻笑一声，想让我付出代价，怕是不可能了，毕竟你已经被判处死刑，后天就要行刑了。苏曼瞳孔放大，她不停地摇头，不可能，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对上我的眸子，她整个人仿佛力气被抽干净。下一秒，她跪在地上，念念，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不想死，我还年轻，
你救救我吧！我心里没有一点同情，只觉得可笑。我皮笑肉不笑出生，上辈子我求你放过我，可是你划了我88道，这辈子算我还你了。苏曼喃喃开口，你，我点点头。对啊，重生的人并不只有你一个人，真是可惜了。这辈子你也同样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想继续跟他浪费时间。我站起身，转身离开。那些邻居擅闯私宅，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所有欺负我的人，通通都付出代价。从牢里出来，阳光照在我身上，我抬起头来，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纵火一事，并不是让我困在往事里，我的未来还很长，他们并不能让我放在心上。